位于北京模式口的永济寺最近对外开放参观了。我根据线报得知，以前的永济寺从不对外开放，这回是首次开放。这座寺院始建于明代，但原来的建筑已经没了。我们目前看到的寺院是一套重建于2013年的古建筑，它的文保级别则是石景山区普查登记文物。建筑本身固不足道，但目前这里边的壁画展囊括了石家庄毗卢寺、曲阳北岳庙、玉县故城寺以及正定隆兴寺这4个地方的壁画，处处都非常精彩，而且不出北京城也能看到这些，这可就不容易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到永济寺里，简单预览一下这几处的壁画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目前在这个地方是北京的永济寺啊，它在模式口这一块，一会儿我们来好好的逛一逛这。我是2025年6月去的，各位务必记住，这边的开放日是周2到周日，不要跑空了。在门口交了打火机之后，就可以进去参观了。进门之前可以简单看一眼布局图。进去之后，我们走进天王殿，也就是本次展览的续厅。我们能在这边看到毗卢寺的历史沿革，如今它的内部还有2座明代建筑，但看点不在建筑上，而是在壁画上，连造像都得往后排。同时我们还能在展厅里初步了解一下毗卢寺的位置，它距离京津都不算远，一脚油门而已。所以将来我早晚得去毗卢寺现场拍视频，等天气凉快点，差不多就可以出发了。关于续厅的内容就说到这里，现在我们走进下一进院落，然后先去右手边的配殿。目前这里边展示的是河北玉县故城寺的壁画。故城寺的释迦殿是寺内仅存的一座明代建筑，其内部的明代水陆壁画也是非常精美的民间壁画。壁画里的主角则是儒释道的3教神奇，每个区域画的是谁倒是挺好辨认的。看这单幅壁画的左上角写着天地水府太阳圣众，这就是旁边神奇的名字。就这4位的装束倒是很像明代壁画中的四海龙王。右下角的那些名字，我一开始以为是工匠的名字，后来查了资料才知道那是供养人的名字。这就是民间壁画的一大特色，谁出了钱谁就可以在上面留名。直到如今我们仍然能通过名字来认识他们。现在我们准备去对面的配殿，这边展示的是正定隆兴寺的壁画。目前隆兴寺是个修缮的状态，能参观倒是能参观，但有些殿的全貌是看不见的，所以等待它修缮完毕的这段时间，干脆就先来这边预览一下部分的细节。我们能在这个展厅里看到隆兴寺的鬼子母天壁画。鬼子母本是一个危害孩子的恶神，佛祖为了度化他，便故意把他的孩子藏起来，趁他焦急之时小以大义，让他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最终使得鬼子母幡然悔悟，最终皈依佛门。至于西方3圣，大家肯定都很熟悉了，这3位就是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，也是寺院中的常客。后面的祭月天群像则是参考现实中的乐器演奏者绘制出来的。最后有个小格子，里边的内容是金刀断发，这是悉达多太子削发出家的那一瞬，从此之后他便不再是太子，而是修行人释迦了。这边能看到的内容很有限，因为只是做了局部展示。就刚才的金刀削发，按道理来说应该是有上下集故事的，所以等明年修缮结束之后，我一定得去隆兴寺现场把细节都给补全了。最后我们进入正殿，这里边所展出的是毗卢寺的壁画，也是我们本次旅途的重头戏。南壁西侧的壁画中，我们能辨认出王谷自行自缢人、王谷真妇烈女，还有五湖百川等众。这一组属于是古代水神的范畴，上边的王谷后妃和宫人女官都比较好理解，但王谷优婆塞众是什么意思呢？优婆塞就是对佛教未出家男性信徒的专用称谓，这属于是典型的佛教元素。至于上边的面燃鬼王，则是观音的化身之一，他在游戏黑神话悟空里则以焦面鬼王的身份出现，这就是佛教元素的一种延续。西壁在这边给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演示，这里边的大神就更多了，其中包括四都龙神等众，这就是掌管长江、黄河、淮河、济水4大水脉的龙神。然后五湖龙神也出现了，刚才不是来过了吗？再往上有12元辰，这是道教的神灵，对应12地支，但我数来数去也只能数出来6个。紧挨着这几位的是天藏菩萨，他在佛寺中很少出现。往左还有十殿阎王和6曹判官，
这是地藏殿中的常见人物。至于最上层的中间则写着伏羲女娲神农，但这个人数有点略多呀。下面我们来看北壁西侧，下方有一个特别雄壮的明王，这是文殊菩萨的愤怒像，也就是与菩萨低眉相对的金刚怒目。上层则是12圆觉菩萨的画像，但数了数还是6个。旁边则是天龙八部等众，但可惜的是主体部分被柱子挡住了。如果从另一边看，能不能避开遮挡呢？答案是不能。我们能在北壁东侧看到天龙八部的另一部分，它也被同一根柱子挡住了。此外还有普贤菩萨的愤怒像，也就是布置金刚明王，最上边还有不动尊明王，这个是除盖让菩萨的愤怒像。最后我们要看的是东壁壁画，我们能在这边看到玄天上帝，这个不是玉皇大帝，而是真武大帝，两者都是道教的神灵。他的旁边是天蓬大帅神众，为首的就是天蓬元帅，也就是北极四圣之首。他们的上边是28宿，每7个人分为一组，比如角亢底房辛尾鸡，就分别是角木角、亢金龙、底土河、房日兔、新月狐、为火虎以及积水豹。以上这些内容只是对毗卢寺壁画的一个简要介绍，等将来咱们到毗卢寺现场之后，再来个详细的硬核的解析。现在我们来到正殿后边，准备顺着楼梯登上高台，其中靠左一侧的配殿是关闭的状态，右侧的配殿是开放的。目前这里边展出的是曲阳北岳庙的壁画。曲阳北岳庙我去过，地方很大，看点不少，建议预留2小时以上的时间，尤其要吃饱了再进去，不然就会像我一样饿得草草看一圈就出来了。这边的壁画是比较纯粹的道教题材，所出现的神灵则是五岳四渎之类的天地神奇，其中的人物众多，而且造型生动精美。目前一般认为它是元代的壁画，明代又重新描绘过，所以这边的壁画要比其他几处壁画的历史要来得更悠久一些。最后我们来看2层楼阁式的正殿，这个楼阁的2楼不让上，我们就看看1楼的展。这边所讲的是毗卢寺壁画的保护与传承，殿内所展示的则是专业人员的临摹作品。人们还基于这些壁画的原有造型，设计出了很多文创作品。那些古老的文物以文创为载体，又绽放出了全新的价值。至此，我们就逛完了北京永济寺的壁画展。他们这个展的主题叫法海寺与毗卢寺壁画的对话，但是从头到尾看完都没见着法海寺的痕迹，更没看出来法海寺是怎么对话的。至于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些来自河北4座古寺中的壁画，其实更像是一种种草。常驻北京的人看到这局部的壁画都这么精彩，那这些古刹的整体得华丽成什么样？一旦起心动念对这些地方有了兴趣，那周末自驾不就有去处了吗？当然了，如果你不愿意跑这么老远，其实也没关系，不妨就蹲蹲我未来的视频。等将来腾出时间之后，我会将这些重要的地方逐一做成视频记录下来，从而让更多的人邂逅它们，并见证它们精彩的观感。对这类古建筑感兴趣的朋友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